来看兽石重生，这次换我疼你哦！兽石重生，人鱼为我逆转时空。上一世的颜若可谓是玄幻界的一号大冤种，他费尽心思救下那条重伤的蛟龙，结果却在生死关头被对方无情背叛。这种生米恩斗米仇的现实版戏码，真的让人看得极其下饭，就差配一碗大米饭了。当时他和妹妹灵雨在历练时救下了双生蛟龙，火系的黑蛟桀骜不驯，且生命力旺盛。而冰系的白蛟却已经重伤垂死，灵雨这朵顶级白莲花，二话不说就抢走了那条看起来更健康的，这抢怪速度绝了。灵雨嘴上说着黑蛟火气大，只有自己能压制，实际上就是嫌弃白蛟治起来太麻烦。而颜若这个实心眼的姐姐，竟然真的倾尽部落所有顶级药草，去救治那个几乎快要断气的白龙哥哥，妥妥的圣母病发作。为了给这白龙疗伤，颜若甚至不惜忍着剧痛洗练经脉，手把手教他各种兽人的搏杀之术。可最后恐怖兽潮爆发时，这个他用命护着的白龙，竟然为了灵雨的一张脸，就把他给卖了。这扎龙简直是白眼狼中的战斗机。白龙拿着颜若拿命换来的祖灵果，跑去讨好灵雨，理由仅仅是灵雨的脸被划伤了。他觉得颜若的命根本比不上灵雨的容貌，这种渣男行径，直接让颜若在前世含恨而终，瞬间杀青。这便当领的也太憋屈了。好在老天开眼，让咱们的女主颜若重回契约大典那天，看着灵雨再次表演那副楚楚可怜的圣母模样，颜若心里只想冷笑，既然你这么喜欢装大度，那这次我就成全你这个白莲花。女主终于要开启虐渣模式了。灵雨还在那儿唧唧歪歪说，这两条蛟龙是未来的半身体，提议姐妹俩一人契约一个好日后横着走。前世颜若满心欢喜的答应了，结果却发现灵雨只是不想处理白龙身上的高阶瘴气，这算盘打得我在外太空都听到了。重活一世的颜若直接开启了人间清醒模式，面对灵雨的道德绑架，他直接表示没兴趣。这反常的态度让周围那些只会看脸的雄性兽人们一个个都惊掉了下巴，纷纷议论颜若不近人情，这群 NPC 的智商也是堪忧啊。灵雨见状又开始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输出，说什么身为部落最强战士，怎么能见死不救？这些陈词滥调在前世可能还管用，但在现在的颜若听来，不过是一群苍蝇在耳边聒噪罢了。白莲花的道德绑架又来了。周围那些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也跟着起哄，说灵雨大人真是温柔善良，不愧是未来的大祭司。相比之下，颜若大人就显得太冷血了。颜若听着这些话，心里没有一丝波动，甚至还想笑。这群吃瓜群众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颜若顺水推舟夸赞灵雨有仁爱之心，既然你这么善良，那这两条重伤的蛟龙就全交给你了。灵雨这下直接傻眼了，他原本只想把黑龙据为己有，把麻烦的白龙甩给姐姐当拖油瓶，这叫偷鸡不成蚀把米啊。看着灵雨那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滑稽模样，颜若心里别提多舒爽了。他故意质问灵雨是不是只是嘴上说说，灵雨为了维持自己的人设，只能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两个巨大的麻烦。绿茶被自己的绿茶语入坑了。可就在这时，那条白龙居然主动开口求颜若带他走，显然是上一世的记忆让他觉得颜若才是那个好骗的冤大头。可惜这一世的颜若已经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小可怜了，直接选择了无视。渣男回头看我都嫌脏了眼。面对众人的指责，颜若直接开启了霸气外露模式，他冷冷的扫视了一圈，告诉这些人不要试图教他做事。这种以实力为尊的世界里，拳头硬才是真正的道理。圣母星真的一文不值，女主这气场1.8米啊。颜若转身走向角落，选了一个被所有人嫌弃的瞎眼人鱼，大家都笑话他疯了，居然选个连异能波动都没有的残次品。灵雨更是借机嘲讽说，颜若的善良还要分个高低贵贱等级森严，这群瞎子根本不是货。颜若懒得跟这群没见识的土包子解释，他知道这条人鱼根本不是什么劣等血脉，而是万年难遇的深海皇族，是水系异能中绝对的霸主。这种简陋的快乐，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哪能懂？这才是真正的金大腿啊！看着白龙频频回头，那副依依不舍的样子，颜若心里只有一阵恶心。前世这家伙在契约时装病中断，根本就是打心底里不愿臣服。这一世让他跟着灵雨去受罪，简直是最好的惩罚。渣男贱女简直绝配。接下来的日子里，颜若白天帮人鱼苍渺觉醒血脉，晚上就疯狂钻研搏杀之术。而另一边的白龙，在灵雨那低级的治愈术下伤势反复发作，这就是典型的吃力不讨好，简直是活该到了极点。这就是恶人自有恶人磨。白龙这家伙还恬不知耻的跑回来，问颜若是不是真的不要他了。颜若直接一句话怼回去，让他滚去找他的灵雨大人，顺便还教训他按规矩该叫声长姐，别在这儿自作多情恶心自己。这扎龙的脸皮堪比城墙道馆了。灵雨因为白龙私自找颜若的事情，觉得丢了面子，对他的管教变得格外严格。
这种塑料姐妹情加渣男的组合简直是绝配，颜若在旁边看的那叫一个心旷神怡，修炼都变得更有劲了，每天看戏真是太爽了。苍淼这孩子比前世的白龙懂事太多了，不仅修为突飞猛进，还懂得感恩，不像白龙那样只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甚至还想大晚上爬颜若的床，这粘人程度简直像是一条大型忠犬。小狼狗养成记开始了。颜若这10余年一心扑在修炼上，已经彻底忘记了那对双生蛟龙的存在。他深知恐怖的高阶兽潮即将在不久的将来席卷大陆，前世的悲剧他绝不允许在这一世再次重演，重蹈覆辙。搞事业的女主最帅了。当颜若再次出关时，苍淼已经彻底成年，那修长的双腿和恐怖的实力比前世的白龙强出100倍不止。而凌雨那边却被白龙气得快要原地爆炸，因为白龙死活不肯跟他完成劫掠仪式，渣男本质暴露无遗了。部落里的资源一直在向那对蛟龙倾斜，可惜白龙这家伙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典型。此时黑龙墨渊找上门来，对颜若兴师问罪，指责他这些年没为部落做贡献，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这黑龙也是个脑残吧？黑龙这家伙口气倒是不小，一见面就给颜若扣帽子，说他闭关躲清闲，还拿明天的大长老竞选来威胁他。看来这些年在凌雨的洗脑下，这头黑龙已经彻底变成了他的舔狗打手，舔狗不得好死啊！黑龙甚至还想让颜若接纳白龙，以此作为封口的条件。原来凌雨发现了当初放走兽王之子的秘密，准备在大典上发难。这种低劣的要挟手段，在颜若看来，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幼稚。这群反派的智商真是感人。颜若心里很清楚，当初放走那头幼兽，明明是凌雨在那儿圣母心泛滥，现在出了事居然全都赖在自己头上。这种颠倒黑白的本事，凌雨要是排第2，那恐怕这世上就没人敢认第1了。这白莲花的心机真够深的。黑龙还自以为是的觉得白龙看上颜若是他的福气，却不知道颜若早就看透了他们两兄弟那虚伪的嘴脸。面对拒绝，黑龙竟然想直接动手废了颜若，这蛟龙血脉的傲慢真是刻在骨子里，普信龙哪里来的自信啊？可惜他低估了颜若这些年的长进，更低估了苍淼的战力。苍淼一出手，那恐怖的威压直接让黑龙当场跪地。曾经被他们视为垃圾的劣等人鱼，现在已经是他们无法企及的神明级存在。这波打脸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颜若无情地戳穿了黑龙那点卑微的小心思，他之所以急着把白龙推给颜若，不过是嫉妒凌雨分了太多爱给哥哥。这种扭曲的兄弟情加上畸形的占有欲，真是让人看了直呼好家伙，这哥俩的脑回路都不正常。凌雨这朵盛世白莲花再次登场，想通过讲和来展示自己的大度。黑龙还想在女神面前表现一下，再次冲向苍淼，结果却被苍淼一顿毒打，这下脸丢大发了，看他以后还怎么在部落混。护妻狂魔苍淼上线，白龙白泽此时也跑出来装深情，说是不愿看到颜若受伤害。颜若心里冷笑连连，前世我被围攻的时候，你躲在后面看戏，现在跳出来演什么守护神，这种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这渣男真是无药可救了。看着这两兄弟在自己洞穴门口上演苦情戏，颜若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他直接让他们带着凌雨一起滚蛋，顺便嘲讽白泽的实力停滞不前，连自己这个曾经的保护对象都打不过了，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白泽这货还不死心，甚至想通过回忆前世来博取同情，可惜颜若已经把那些伤痕当成了勋章，他直接点出白泽当初是为了讨好凌雨才抢走他的救命果，这种刻骨铭心的痛怎么可能忘？渣男还妄想洗白，真是可笑。颜若当众揭露，白泽之所以后悔，不过是因为失去了他的庇护后，日子不好过了。这种自私自利的本质，无论重生多少次都不会改变。白泽被对得哑口无言，只能灰溜溜的离开现场，太解气了。女主这波输出简直神清气爽。苍淼适时的向颜若表忠心说，他是自己唯一认定的伴侣，这种养成系的快乐，简直让颜若爽歪歪。就在这时，大长老带着人气势汹汹的找上门来，准备以放走兽王之子的罪名处死颜若。这些老糊涂又来送人头了，大长老甚至连审问的过程都省了，直接想定颜若的死罪。凌雨和黑龙在旁边露出了得逞的奸笑，他们以为这次终于能把颜若这个心头大患彻底铲除，却不知道颜若手里攥着王炸，这群反派真是盲目自信啊。颜若在祭台上据理力争，指责大长老偏听偏信，他细数了这些年为部落立下的汗马功劳，让周围那些曾经受过他恩惠的族人们也开始议论纷纷，舆论的压力瞬间反弹到了大长老身上，这波反客为主玩的溜啊。凌雨这戏精又跳出来说什么为了部落大义灭亲，还指责颜若带回来的苍淼是来历不明的野男人。颜若直接一句话点醒众人，这个所谓的野男人就是当年被你们当成垃圾丢弃的人鱼。这打脸的声音震耳欲聋。
为了证明清白，苍淼拿出了特意从深海遗迹寻来的记忆水晶，画面中清晰地显示出，当初是凌雨哭喊着要放走那头幼兽。真相大白的那一刻，凌雨那张由于惊恐而扭曲的脸，真是精彩极了，高科技打脸就是爽啊！凌雨还想困兽犹斗说，这是颜若施展的妖术，可族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曾经被吹捧上天的纯洁祭司，现在成了满口谎言的骗子。这种从云端跌落泥潭的感觉，恐怕比杀了他还要难受。这绿茶终于翻车了，大长老眼看保不住凌雨，为了平息众怒，只能下令把这3个人一起烧死。凌雨、黑龙、白龙这3个极品，终于要在火焰中迎来他们应有的结局。而颜若则带着苍淼在众人的仰望中潇洒离去。欢迎订阅，下集更溜。